美国总统可能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每当美国总统出行，尤其是在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我们总能在新闻中看到美国总统的黑色车队被警察簇拥着快速驶过街道，给人一种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感觉。在艳羡之余，美国总统的座驾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美国总统坐车的奇妙历史。虽然德国人卡尔本茨被公认为汽车之父，但汽车这个改变了世界的发明真正被发扬光大还得是在美国。1900年前后，坐拥钢铁石油两大支柱产业，兼具先进工厂生产模式的美国迅速超越了德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汽车工业大国。而这个时候的美国总统也赶上了时髦，鸟枪换炮，淘汰掉了老旧的马车，改为乘坐汽车出行。最早为白宫大规模引进汽车的是曾任大法官的威廉·塔夫托总统，他把白宫的马厩改建成车库，并购买了4辆豪华汽车组成车队，供他和随行人员搭乘。当时的汽车其实还都比较原始，但塔夫托发现汽车确实是个好东西，它好就好在它有气。在外出的时候，塔夫托可以通过精心计时的蒸汽爆发来躲避新闻摄影师的注意。这之后的几任美国总统都是购买的现成的商业汽车，并不具备什么防弹之类的花哨功能，但随着美国国内外局势的逐渐紧张，美国总统这个职业的危险性也在一路飙升。富兰克林·罗斯福入主白宫后，特勤局专门为福特汽车租赁了一辆林肯 K 型豪华轿车，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2次大规模改造。这辆车最初被称为老99，指的是其第一张车牌上的数字，后来又由于其经常敞开顶棚而被称为阳光专车。虽然是敞篷轿车，但它的车门加装了防护钢板，配合防弹轮胎、加厚的车窗以及配置可放冲锋枪的隔间，让罗斯福的这辆轿车成了一个小小的移动要塞。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说的是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第2天，罗斯福要前往国会发表那篇著名的国耻日演说。但问题是，这辆阳光专车还在进行第2次改装中，没法出场。特勤局十分担心前一天袭击珍珠港的日本人会在第2天偷袭半身不遂的老总统，因此特工们临时从财政部那里把一辆没收成功的原属于黑帮老大阿尔卡彭的防弹凯迪拉克借了出来，用来运送罗斯福总统前往国会大厦。根据一些考据，这个事情其实是以讹传讹的。历史照片显示，罗斯福当天乘坐的凯迪拉克和卡彭的那辆完全不一样。1945年罗斯福去世以后，阳光专车仍然留在白宫车队中。当然，7月杜鲁门前往德国参加波茨坦会议时，也曾乘坐这辆专车。1948年大选以后，白宫购置了新的豪华轿车车队，阳光专车随后就退役了。目前，这辆见证了2战的特殊轿车被永久陈列在亨利·福特博物馆里。新上任的杜鲁门租用了10辆林肯世界主义者，这些车也经过了特殊改装，增加了安全功能。其中的9辆采用封闭式车身，而第10辆则是专为杜鲁门设计的装甲敞篷车。这辆车长 6.1 米，宽2米，重达3吨多。1954年的时候，艾森豪威尔还为这辆敞篷车装上了有机玻璃车顶，也就是俗称的泡泡顶。这辆车非常受几任总统的喜欢，一直到1965年才被送往博物馆。当时里程表上显示的行驶里程已经超过17万公里，对于总统坐车来说算是非常忙碌的了。接下来的这辆就是重量级了，因为这是一辆事故车，肯尼迪总统就是在这辆车上出事的。这是一辆经过特殊改造的林肯大陆，特勤局代号为 X100。美国政府以每年500美元的价格从福特汽车公司租用了这辆车，然后花了20万美元，根据肯尼迪夫妇的爱好对它进行了改装。这辆敞篷车被漆成了闪闪发光的总统蓝，配备了空调、无线电话、灭火器、急救箱和警报器，外部还有可伸缩的站立平台，以及供特勤局特工搭乘的把手。这辆轿车最大的特点就是有3个可以拆卸的车顶，以及一个可以将后座升起的液压机构。这2个改装都是为了让总统更容易被公众看到，但在1963年11月22日的那个中午，这2个特点反而成了致命的弱点。刺杀肯尼迪事件发生后，这辆敞篷轿车被美联社称为死亡之车。不久之后就被福特公司、特勤局和美国陆军联合拆解，进行了重大改进。闪闪发光的总统蓝现在变成了黑色，配备了730公斤重的装甲板和防爆油箱。肯尼迪特别指定的可拆卸车顶被一个固定的玻璃外壳所取代。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造，这辆车的重量已经来到了 4.4 吨，不得不使用手工打造的 V8 发动机来补偿这一部分重量的增加。
虽然这辆车用现在的说法，多少也算是带了个魂环的事故车，但美国总统似乎并没有这方面的迷信。1967年，这辆车再次进行改装，升级了空调系统，进行了结构增强，又送走了3、4任总统，直到1977年初才退役。同样回到了福特公司的博物馆，俄罗斯福特专车作伴去了。比较有趣的是，这辆 X100 的车牌号叫做 GG300， 在1963年拆解升级时被拆除收藏了起来，2015年拍出了10万美元的高价。下一辆林肯轿车也有一个惊心动魄的小故事，这是一辆1972年款的林肯大陆，配备全装甲板和厚重的防弹玻璃，可以防御大多数轻武器的攻击，确保美国总统的出行不会被突然冒出来的神经病枪手打断。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和布什都曾搭乘过这辆车，不过这辆车给福特总统留下的印象可能不是太好。1975年9月22日，旧金山时间下午3点半，福特刚刚发表完讲话，从圣弗朗西斯酒店出来。在进入总统坐车之前，他停了下来，挺直腰板向街对面的人群挥手致意。令这位春风得意的总统没想到的是，人群中藏着一个心怀不满的家庭主妇莎拉·简摩尔。他掏出左轮，对着福特总统使用了美利坚传统武术，连开2枪，其中1枪打在了墙上，另1枪被一个越战老兵希普尔挡开，打中了路过的一个出租车司机。由于半个月前也有针对福特的暗杀行动，这个时候的特勤局特工神经极度紧张，一听到枪响，4、5个身穿黑西装的大汉就冲了上去，抓着福特老总统的脖领子就往车上扔，但匆忙之下竟然没有一个特工想起来打开车门。福特光溜溜的脑门就这样被抓着当了工程锤，脑袋结结实实的撞在了防弹车门上。不过好在福特身子骨还算硬朗，反应过来的福特拉开车门，把福特往车上一丢。特勤局特工和幕僚长拉姆斯菲尔德为表对福特大总统的忠诚，敢当肉盾，一个飞扑爬到福特身上，对司机大喊快开车。随着 V8 发动机的一阵轰鸣，这辆防弹林肯加速驶离，直到几个街区外，车厢里才传来福特闷闷不乐的声音：嗨，伙计们，你们能不能下来？我不能呼吸了。如果只是这样，这辆72年的林肯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但如果我说小约翰·辛克利行刺里根的时候，这辆黑色高级轿车也在场呢？1981年3月30日，里根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发表午餐演讲。这里一般被认为是华盛顿最安全的场所，总统唯一和公众接触的部分就是他从酒店大门出来，走进豪华轿车的9米距离。所以不论是里根还是特勤局特工都没有穿防弹衣。然而坏就坏在这9米上了。3月30日下午2点27分，里根离开酒店，走向这辆72年的林肯豪华轿车，而小约翰·辛克利就待在一众记者和鼓掌的人群之中。他瞅准机会蹲了下去，在1.7秒内对着里根连开6枪。这6枪其实都没有打中里根，但最后1枪打到了这辆林肯轿车的装甲板上，发生了跳弹，反弹的子弹击中了里根的前胸，子弹擦过肋骨并射入他的肺部，最后停在距心脏不到25毫米的地方。特工主管杰里帕尔立刻将里根塞到轿车里。自从福特工程锤事件发生之后，总统专车的门就必须保持敞开。当时现场一片混乱，特勤局特工一开始简单查看了里根的状况，没有发现枪伤，因此准备将里根送回安保更好的白宫。但随后里根开始咳血，并且大声抱怨帕尔将他推上车时太用力，弄断了他的肋骨。帕尔担心里根肋骨折断，戳到了他的肺部，随后立即决定将里根送往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也正是这一决定救了里根的命。有一种说法是，这辆豪车在4分钟内就把里根送到了医院，但其实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和里根遇袭的地点相距超过16公里，这辆车必须开到每小时200公里以上，才能用4分钟把人送过去。路况先不说，就这个加了装甲板的防弹轿车，怎么看也不像是能跑到每小时200公里的。最终，这辆1972年产林肯于1922年退役，他的继任者则是我们很熟悉的凯迪拉克。实际上，从这个时候直到现在，美国总统出行的标配一直都是凯迪拉克。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现在的美国总统的座驾。布什时代的美国总统座车外号叫做野兽，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2014年，特勤局委托通用汽车公司开发3辆全新的豪华轿车，并于2018年9月24日特朗普访问纽约时首次亮相。现在的野兽在功能性上给人一种007或者阿汤哥电影的感觉，例如它包括一组烟幕发生器，可以在遭遇袭击的时候释放烟幕，遮蔽视线。野兽的车门把手是可以放电的，一旦启动，任何想要拉开车门破坏防御的人都会被当场电翻在地。在逃脱追击的时候，还可以洒下浮油，让敌方车辆打滑，失控旋转。
当然了，武器也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没有电影中导弹那么夸张，但冲锋枪、霰弹枪，甚至是夜视设备和催泪弹一应俱全。这辆车重8到10吨，全车由20厘米厚的复合装甲覆盖，包括车底也做了特殊加固，可以抵御潜在的炸弹爆炸。车窗的防弹玻璃足有12厘米厚，可以抵挡住任何口径的轻武器攻击，同时也有核生化3防能力。完善的武器配合坚固的车体，短时间内还真没有什么武装分子能奈何得了它。唯一可惜的是，这辆凯迪拉克野兽由于重量实在是太重，需要15秒才能完成100公里加速。每个总统车队中至少会有2辆完全相同的总统专车，不仅是外观，车牌号也是完全一样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总统专车是世界上最明目张胆的套牌车。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攻击者无法确定总统的位置。在2020年拜登的就职典礼期间，拜登的车队实际上部署了7辆完全一样的总统座驾。目前美国总统的这几辆野兽，每辆的报价为150万美元，但根据2018年的报道，总的研发费用超过了1500万美元，这还不算汽油的价格。由于野兽实在是太重，每100公里的油耗达到了惊人的170升。以前说车耗油，一脚油门下去，油箱漩涡都出来了。美国总统的这辆野兽跑起来，油箱里怕是有海啸了。2021年，拜登访问意大利，与教皇讨论环保问题时，由于当时意大利的冠状病毒限制政策，不得不搞出一个85辆车组成的巨大车队。而一般来说，正常规模的总统车队大约由45辆车组成。我们来看看这里面都是什么。行驶在最前面的是路线车，比总统座车早几分钟出发，在车队最前面为提供情报和指导信息。引导车也是相似的功能，但是更靠近队伍中间一点。紧跟在后面的是清扫车，一般是骑摩托车和巡逻车的警察，他们负责清理道路并封锁交叉路口和高速公路立交桥。再接下来是引导车，一般是特勤局的 SUV， 里面坐着负责缓冲和引导的特工。总统的豪华轿车通常位于车队的中心，也就是所谓的安全包裹。但我们前面也说过，总统不一定就在最显眼的那辆野兽里，还有好几辆用作诱饵的豪华轿车。紧跟着的是身份识别车，用来和其他机构联络。机动车是用来协调指挥的，也可以叫做机动通信中心。在后面是危险材料缓解单位，负责处理微爆生化物品。在后面还有3辆独立的 SUV， 里面坐着总统的医生和进行后方警戒的特工，负责平定武装分子的特警则坐在 CAT 车里，以便在必要时候发动反击。据说在美国总统车队里还有特殊的特勤局电磁对抗车，一般伪装成 SUV 的样子，它的内部装有先进的电子战系统，可以干扰遥控炸弹，并检测是否有火箭弹和反坦克导弹发射。这样一来就能避免很多电影中几枚 RPG 瘫痪整个车队的情况。不过就算美国总统的车队看上去固若金汤，但他们毕竟还是汽车。例如当年奥巴马的野兽轿车驶出柏林大使馆时，就曾经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尴尬的事故。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辆车的底盘撞上了坡道，正好卡在了大使馆门口，还传来一声巨响，属实是在世界面前现了个大眼。因此在特勤局内部流传着没有车队就是最好车队的说法。一般来说，只有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出动总统车队。一旦行驶时间超过30分钟，美国总统就会选择搭乘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再远一点的话就可以乘坐空军1号了。